2021年，韩国有565人因为过劳而死亡，其中包括30名公务员和6名军职人员。因为职业病而死亡的人数位列全球第一。这背后的是韩国超卷的工作文化，平均每年的工作时长超过了1900个小时，远高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加班成为常态，年轻人不得不看上司的眼色。韩国的职场性别歧视、自杀率在所有 OECD 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生育率全球垫底。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人在32个受访国家中幸福指数排名倒数第二，这就是现在的韩国。然而，韩国在老沙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1965年，韩国的人均 GDP 和中国几乎一样，都在100美元左右。而在2018年，这个数字韩国已经超过了中国的3倍。用同样的时间然而把另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都远远甩在了身后。因此韩国是一个极度矛盾的国家。一方面，它完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神话；另一方面，韩国人现在过得似乎并不太幸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韩国的经济。一名在美国和加拿大长大，成年后长期生活在韩国的《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美国人倾向于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韩国人更注重社会地位和民生。不得不说这点跟咱们中国很像。韩国还有一种叫눈치的文化，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眼力劲儿或情商，并且跟咱们一样，在社交和生活中没情商的人你寸步难行。不用上级说员工就得识趣的加班。年轻员工如果看到上司周末也在公司，就没法理直气壮的休息，甚至还常有强制性的会餐文化。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烦死了？就这样，韩国政府还觉得不够。2023年，韩国政府提出将每周最高的工作时长从52个小时提高到69个小时。他们说这项改革是为了提高灵活性和生活质量，通过将加班时间按月或按年积累，使员工能在方便的时候你多工作，之后集中休假。大饼画得不错。韩国的年轻人肠胃也不好，吃不了政府画的饼，对这个变相合法化加班的政策强烈不满。实际上，韩国年轻人对加班文化并不像老一辈那么认同。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采访了一个在三星干了30多年的人，他在回忆70到80年代超长工作文化的时候说，儿子跟自己的观念很不一样，年轻一代更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其实，虽然如今韩国的工作时长长达每年1900个小时，OECD 国家中排名第5，但这却是过去几十年韩国工作时长不断降低的一个成果。仅仅在15年前，韩国平均的工作时长就高达2200个小时。在70到80年代超长工作文化的时候，工作时长超过每年2800个小时。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韩国才能走到今天。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韩国的发展历史。我在做这一视频之前，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一定要把韩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给梳理清楚，所以我就看了很多资料。但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韩国的发展历史。最后我选择参考联国开发研究署的研究，因为它按照韩国政府的战略方向，将韩国的发展历史分成了4个阶段，非常的清楚。第一阶段，进口替代战略。1950到1953年，朝鲜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约100万人死亡，工业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经济濒临崩溃。随后韩国进入了战后重建阶段。在这个时期韩国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并配有高关税和进口限额等贸易壁垒，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国援助，主要是美国。1953到1961年，援助占韩国财政收入的60%以上，占韩国进口总额的70%，占韩国外汇储备来源的90%。在那个时候韩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出口的主要成分是农产品、海产品和矿石。GDP 年均增长率为4.1%，但由于人口快速增长，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8%。这个数字放在今天可能还不错，但作为一个百废待兴、正在战后重建的国家来说就有点不及格了。给大家举个例子中国在文革阶段的经济平均增速都有5.9%，你们感受一下。而在这个阶段，韩国的发展速度远远不如朝鲜。那个时候朝鲜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可以达到20%以上，在1957年前后，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战前水平。所以我认为韩国的发展是靠美国援助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因为在美国援助最多的时候，
韩国的发展速度并不算快，甚至都远远不如朝鲜。然后就来到了第二阶段，出口导向战略。到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掌握政权，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韩国正式开启了一个发展奇迹。在这个阶段，韩国政府放弃了过去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以出口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政府推行出口补贴政策，为出口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并且非常重要的是，在1964年，韩元大幅贬值了将近一半。当韩元贬值的时候，其他国家购买韩国的商品就会更加的便宜嘛，这样可以非常有效的刺激韩国的出口。在出口导向的政策下，韩国的工业得以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GDP 年均增长率一下子就到了 10.1%， 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30%， 制造业和采矿业占 GDP 的比例从1962年的 16% 上升到1973年的 26%， 工业产品占出口的比重从 27% 上升到 86%， 标志着韩国真正转入到以制造业出口为主导的国家。虽然韩国的制造业在出口导向战略的作用下快速发展，但那时候的韩国工业还是以纺织业等低附加值的轻工业为主，也非常容易被其他国家替代。韩国政府就担忧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所以他们就决定调整战略，转向发展新的战略性出口产业。这目标就放在了重工业上，包括造船、钢铁、石化产业等等。因此韩国的发展就来到了第三阶段，重工业驱动战略。这个策略让韩国的重工业飞速发展，比如浦项制铁在1973年建成了第一座钢铁厂，年产能只有103万吨，但到1981年就飞增到850万吨，已经可以满足 90% 以上的国内需求了。另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韩国的造船工业，在1970年的时候，韩国的造船能力几乎为零，但到1979年，韩国就成为了全球第5大造船国，到1983年的时候，成为全球第2，仅仅次于日本。韩国的重工业发展之所以可以这么快这么成功，是因为国家可以统一的调动资源，政府通过控制银行对重工业企业提供长期低息的贷款，并配有土地、能源和税收的支持，外加大量对特定行业的补贴，是不是充满着计划经济的味道？当时的韩国虽然不是苏联式国家全面控制市场资源分配的计划经济，但在资源配置、产业政策、信贷配给等方面就有强烈的计划性和干预性。在政府的控制下，公共投资在重工业中占比高达 60% 以上，基础设施投资也在快速增长。从1972到1979年，韩国总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从 21% 暴涨到 37%， 这是我看过所有的数据中投资比例增长最快的例子，推动韩国经济的平均增速高达 10.6%， 持续高增长的神话。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却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大量投资就是要大量的钱吗？韩国当时依赖外债，1980年外债高达250亿美元，占 GDP 的 45%， 这已经接近或超过了亚洲危机之前东南亚国家的外债水平。第二，因为缺少市场机制，大量贷款流向了低效的企业，导致金融系统坏账积累，产能严重过剩，外加1970年代末全球经济萧条，韩国在1980年进入了衰退。在这个时候，韩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的那个人，他统治了韩国长达18年之久。新政府上台后就意识到，过去政府高度干预、扭曲市场的发展模式行不通，同时民怨激增，韩国民众对民主化强烈呼吁。朴正熙遇刺之前，在韩国的釜山和马山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外加外部压力，随着韩国出口激增，美国对韩国的各种贸易壁垒非常的不满，这种种因素堆加在一起，韩国新政府就开始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经济发展来到了第4阶段，市场化战略。首先，新政府废除了朴正熙建立的总统可以无限连的终身总统制。第二，金融市场私有化，政策性补贴贷款逐渐减少并最终取消，财政部放松对商业银行的直接控制。第三，对外开放，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并进一步取消进口限制。第四，从直接干预的产业政策转向间接引导，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韩国在维持增长神话的同时经济也变得越来越健康。广义货币增速从 21.3% 降到了 7.2%，
带动通胀从 2.3% 降到了 2.3%， 并常年保持在可控的水平。政府预算赤字的比重从 4.7% 降到了 1%， 并且在1980年首次实现了经常账户顺差，外债逐渐减少。到1996年，韩国的人均 GDP 达到了13000美元，并加入了 OECD， 成为了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一员。到这儿，韩国经历了国家主导的快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但这并不算独一无二。韩国之所以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因为在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依旧可以保持快速增长。从1996到2007年，韩国的年均增速压缩到了 5.5%。但韩国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在看了大量的韩国数据之后，发现有2个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数据，韩国都异常的高。第一，韩国拥有极高的投资率，远高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投资越多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铁路、更多的发电站、更多的工厂和设备，经济产出的增长自然会越快。在这背后是韩国极高的国民储蓄率。在经济学里，投资等于储蓄减进出口。用人话解释一下，就是一个国家一年生产的所有商品里，其中一部分会被消费掉，剩下的就是储蓄。而这些储蓄要么可以被用作投资，要么可以以商品的形式卖到其他国家，就是进出口。第二，韩国在科研的投资非常巨大。从1996年开始，韩国科研花费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022年已经高达了 5.2%， 而号称科研投资巨大的美国也只有 3.6%， 中国就 2.6%。大量的科研投入让韩国在半导体、手机、液晶显示器和造船行业的科技竞争力排名或曾经排名世界第一，让韩国的出口多样性指数排名世界第4，让韩国成为了一个高出口附加值的国家。我把1996年之后的韩国称为发展的第5阶段，科技驱动战略。关于韩国这个国家其实非常有趣，如果你单独看这个国家，韩国的经济发展之路非常成功，但如果你把它放到发达国家中比较，又非常的惨。你看，生育率世界最差，职场男女歧视严重，工作很卷，自杀率很高，幸福指数排名在发达国家中垫底，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禁想到了其他2个国家，中国和日本，同样存在严重的低生育率、职场性别歧视、工作压力大和幸福感低的问题。中日韩都是东亚国家，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很难说这些因素的背后没有文化因素的作用。我之前分享过一个研究作者用儒家文化解释了为什么东亚国家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一方面，儒家文化导致东亚国家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太低，要承担绝大多数的家庭工作，包括抚养孩子和家务等等。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在职场中的机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当现代女性在家庭中拥有了生育选择权之后，她们会选择不生孩子就不奇怪了。在这里我想用同样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韩国年轻人的幸福感很低。自韩国开始经济快速发展以来，就一直有超长的工作文化。虽然老一辈的人习以为常，但韩国的年轻人因为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文化，开始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追求心理健康，就无法接受超长的工作时间，自然不会感到幸福。这个放在中国也是一样的，60后和70后这一辈的人通常不会对单调和辛苦的工作感到不满，但90后和00后就很难接受。另一个韩国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跟财阀有关。肯定有人想说，老沙，你讲韩国的经济怎么能不讲财阀呢？咱马上就说，在我们刚刚说的韩国大力发展重工业的时期韩国政府选定了一些特定的企业合作发展，而这些企业中的一部分就是未来的财阀集团。后来虽然重工业的政策被取消了，但财阀集团却在特权的庇护下继续成长。根据2023年的数据，韩国前4大财阀三星、SK 现代和 LG 总销售额达到了980万亿韩元，占韩国当年 GDP 的 40.8%， 其中三星集团的销售额为314万亿，占 GDP 的将近 20%。 虽然 GDP 统计的是附加值，所以我们不能用销售额去说韩国前4大财阀贡献了 GDP 的多少，但这个比例足够说明韩国财阀对经济的垄断了，资源过度集中在财阀企业手里，导致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异常艰难。然而在2023年，韩国前4大企业的工作人口就7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2.63%。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韩国人在资源匮乏、艰难生存的小企业工作。这种情况下不加班不卷还能怎么办呢？
学生为了进入这些企业，也只能拼命的读书。韩国的高中生平均每天要花12到15个小时来学习。如今的韩国除了社会问题，经济增长似乎也遇到了困难。根据韩国生产力中心的数据，从2010年到现在，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2022年，韩国每小时劳动产出为 49.4 美元，在37个 OECD 国家中排名33位。韩国变成了一个工时很长但产出不高的国家。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韩国的高科技制造业虽然强大，但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比如软件和金融发展缓慢，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雇佣了韩国绝大多数劳动力的小企业使用数字工具的比率远低于大公司。OECD 的一份研究发现，尽管韩国的大企业对云储蓄服务的采用率与 OECD 的其他国家相当或者更高，但韩国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全球同行。例如，只有 23% 的韩国公司使用云计算，而北欧国家的企业中这一比例超过了 50%， 显然是小企业大大拖了后腿。其次，中国多年来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但从2011年开始，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就没有增长，这还是包含了通胀的因素。原因是中国正在倡导的内循环和不让外国科技卡脖子，其实就是韩国当年的进口替代战略。从半导体、电池、显示面板到造船业，过去中国从韩国大量的进口，但随着中国在这些行业自主性越来越强，甚至在国际市场跟韩国竞争，对韩国的出口增长非常不利。外加韩国的第二大客户美国正在川普的领导下开始了贸易保护主义，未来是雪上加霜。最后一个是韩国最严重的问题，人口问题。韩国是全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3年平均每个女性只生 0.72 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水平 2.1 个。虽然2024年韩国的生育率出现了9年以来的第一次回升，但也只有 0.75， 仍然是全球最低的水平。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韩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老人国。预计2030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 30%，2060年将突破 40%。人口危机会带来劳动力人口下降、房屋过剩、创新能力减弱、储蓄率降低、财政负担过重等诸多问题，也极难解决，为韩国未来的增长蒙上了阴影。最后，韩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高度矛盾的国家，虽然在几十年间完成了从战后废墟到高收入国家的跳跃，走过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重工业驱动、市场化改革和科研驱动的5个阶段，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但如今却面临严重的内在困境，职场过劳、性别歧视、青年焦虑、财阀垄断、幸福感极低，以及全球最低的生育率和急剧老龄化。或许今天韩国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高增长，而是如何维持增长。